今天我们一起来云南石屏探索豆腐。石屏豆腐可谓天生有反骨，别看它平平无奇的样子，扁扁长长的，可是在火上烤完之后，它就像棉花糖一样，砰就胀开了。大家都说，在中国豆腐分3种：盐卤豆腐、石膏豆腐和石屏豆腐。在石屏，烧豆腐摊是一种日常，就好比维也纳咖啡屋一般的存在。石屏，一座矗立在滇南的宁静小镇。虽然刘安在汉代就发明了豆腐，但云南却是在明朝才吃上豆腐。明朝初年，大批的汉民迁移到了这块土地，随着他们一起过来的，就有做豆腐这项技术。石屏的地貌像一个大乌龟，大乌龟的头朝着翼龙湖。为了防止大乌龟逃跑，根据中国的风水，当时的官员派人在这座小镇的东南西北中方位修建了5口水井，这样就把大乌龟牢牢钉在一个地方。其中的2个水井充满着酸涩的不可饮用水，石屏豆腐就是用这种水点制而成的。我这次采访的对象是北门豆腐厂，让我们来听听豆腐厂的负责人杨先生对石屏豆腐的介绍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北门豆腐厂的杨明义。我算一个新的学徒吧，我们已经是第3代的一个传承了。像我们北门豆腐厂呢，是从1956年就建厂，然后经过了多年的一个沉淀和一个积累。沉淀之后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产品质量的同时，然后也采用传统的手工工艺和现代的机械工艺相结合的一个模式来生产我们的豆腐。然后我们的豆腐呢，采用最优质的大豆，然后还有最神奇的就是我们使用天然地下水，这个是我们石屏带不走的一个专利。我拜访了他们的旧厂址，出于对古老民居的保护，老厂搬迁了，这里现在作为博物馆对外开放。还保留着80年代的模样。下面就让我们来学习了解下石屏豆腐的制作工艺和过人之处吧。第1步，脱壳。在第1站的寿县豆腐之旅里，我参观的几个豆腐厂没有这个操作。可是为什么在石屏这儿要进行这一步繁琐的操作呢？脱壳的机器很有意思。因为黄豆壳含有大量的纤维和令人不太舒服的味道。去除了黄豆壳的豆子，不仅会让豆腐的质地更加细腻嫩滑，味道香甜，也会更加利于肠胃的消化。黄豆壳的表面可能含有霉变和不良微生物，去壳也降低了这些不良因素存在的风险，为食品安全提供了更好的保障。这是豆壳啊？对，豆壳。哦，豆壳还有人要拿去养鹅。跟那个豆渣一样，都是喂当饲料喂的。你不说我还以为是大豆嘞，一包一包。这个按钮就不一样。对，你要仔细一看，这是真的就已经脱掉了的。第2步，漂洗。漂洗虽然看起来只是个小步骤，但在豆腐的生产过程中，它是非常关键的前处理环节。
大豆在收获、运输、储存的过程中，表面会附着灰尘、泥沙、小石子、霉变豆、破碎豆、虫蛀豆、农药残留。漂洗可以有效清除这些杂质。洗豆时，部分表面溶解物质，例如皂苷、异黄酮、少量脂类被水带走，而这些成分恰好是豆腥味的重要来源之一。因此，洗豆还可以大大降低豆腥味。豆子表面的尘土会妨碍豆子在浸泡过程中的吸水性。洗豆有助于豆子更好地吸收水分，提高蛋白质提取率，从而提高豆腐的生产率。嘿，你可别想着偷懒哟！如果呀，你不去清洗豆子，而直接浸泡豆子的话，那很有可能在浸泡了几个小时之后，你就会得到酸臭味的豆子，那味道简直是难以形容。是因为脱壳那个粉碎机，所以它就把它打得裂开。黄豆的大小不匀嘛，是不是？对的。它的那个木片在里面。第3步，研磨。之前漂洗过的豆子不需要长时间在水里浸泡，只要在上工前泡20分钟就可以进行加工。研磨的方法有很多种，这里我觉得传统的研磨方法更加有意思，所以拍了一些照片给大家看看。哦，那里有个那个磨品在这里看。这个磨它是有2扇，你看这扇厚的，对，这扇厚的就是用来磨那个豆泡好之后磨浆的，然后薄的这一扇的话，它还有一扇薄的就是用来脱豆壳吧，那个它重量轻，那个黄豆上去一磨，它只会变成2磅，它不会磨碎。对对对。是这种。第4步，烫浆。他现在在做什么？烫浆。他现在在做什么？生豆糊和95度的热水按照比例混合，使豆糊温度快速升高到70至80度，再进行过滤和煮沸。烫浆法结合了生姜法和熟姜法两者的优点。烫浆法比生姜法提前抑制了酶对豆糊的反应，少了更多豆腥味。他先把那个较熟姜法则更容易过滤豆渣。烫浆后，豆糊温度已经较高，减少了后续的加热时间。豆糊内部温度分布均匀，煮浆时不容易糊底。蛋白质的剧烈变性不强，有助于制作出质地柔滑细腻的豆腐。第5步，过滤。那烫浆法是不是完全都是优点呢？也不是，缺点正活生生地摆在眼前。这种方法对控制要求极高，设备也很难清洗。这里，机器显得不是那么重要。每一个工作岗位上没有复杂的大型机器，只有简单的器具。每一步都由人工按照自己多年经验来操作。
烫擀起，秤砣落，豆浆就过滤好了。第6步煮浆。现在把豆浆彻底煮沸，表面只有少量泡沫，飘出豆香味，就算煮好了。姜泡啊，很不糖啊。可是这次我们只用井水点哟。酸水这个名字可不是随便起的。酸水中的酸体现了井水的化学性质和在豆腐生产中产生的作用。酸水等于 pH 值小于7的水。还记得我们在影片开头提到的用来固定大乌龟的5口井吗？其中的2口井就会涌出 pH 值在5至6的酸水。但是这个水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不可饮用水。这个就是点豆腐的那个井水。石屏当地的地质矿物成分和地下化学反应，使井水含有硫酸根离子、碳酸根离子、复合磷酸盐、钙离子、镁离子、氯离子多种微量元素。盐卤和石膏该有的，它都有。对，在阳光下就显得很明显，它这个水都有浑浊。淡淡的酸味，不是很明显。对，你要说它真的有多酸，没有。这口井的井水没有很明显的酸味，却有很重的金属味。用这个拉过去之后。如今，北门豆腐厂还采用着质朴的方法，每天用这台拉水车把从井里抽出来的酸水运装到新厂里。由于井水的天然性，实际的水质会随着季节、雨水、井口深度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更加依赖点卤师傅的经验和操作。700公斤井水，一吨豆浆700公斤水，修得早。第7步凝固。豆花越来越大。煮沸的豆浆稍加冷却，工人开始点卤。2份井水混合1份上次做豆腐留下来的黄姜水，这就是用于制作石屏豆腐的凝固剂。什么是黄姜水？黄姜水就是指豆浆在凝固形成豆腐时被挤压排出的液体部分。它还有其他几个名字：豆腐水、豆腐乳清，类似牛奶制作成奶酪后的乳清。黄姜水名字里的黄，是因为大豆异黄酮在凝固后留在水中呈淡黄色。在工人的操作下，均匀地和豆浆混合在一起。经过多次搅拌，豆浆中渐渐地出现了颗粒状的豆花。工人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判断点卤是否结束。多余的那个水抽了，剩下来的豆花。一块白色纱布覆盖在点好的豆浆上，等着豆花凝固沉淀。第8步破花。可以看到这个豆花非常细腻，不用刻意打得很碎，可以直接进入下一步了。
第9步，包裹。工人将多余黄浆水去除后，就开始包豆花。北门豆腐厂采用了特制的竹片，中间有北门2个大大的招牌字。豆腐脑凝固成型以后，也会在表面留下北门的样式。竹片轻便易拿取，耐用卫生，排水透气效果好，操作起来也比传统的金属模具方便，给工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个竹子真的好特别，好有特点。终于到第10步，挤压。这一步就是让豆腐脑里的水分排出去。所以它那个花纹就是从这上面来的。豆腐。这一步就是要把豆腐的表面抹上一层食盐，这样子可以帮助豆腐更加快速地排出水分，然后同时让豆腐本身增加一些味道，延长豆腐的保质期。但是就是这整块放到那个摊位上，那边的人他也可以就根据客户的多少，然后自己切，是吧？也可以，如果有那个特殊需求的话。一块地地道道、名副其实的食品豆腐至此生产完毕，让我们赶紧正确的享受它吧。但是这个是没有发酵过的，发酵好了，这已经发酵好了，它变黄了，开始起毛了，没豆腐了，小的就可以烤，烤个10来点吧。哦，这个是起毛了，这个是，啊。所以这个和这个它都是已经发酵过的，发酵好的，然后只是形状不一样。我们当地人吃豆腐，它就是吃发酵。吃发，对对。这个烤过的豆腐吃起来外皮有点脆脆的，然后也很有韧劲，但是里面呢很软很绵密。这个气很细腻，这个是其他豆腐比不了的。对，它就很柔韧、很透气的那种。这个你去对比，不管巴中山的也好，建省的也好。刚刚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豆腐的全部的制作流程，然后我觉得那个大姐她很厉害，她这个又要负责点浆，然后又要负责这个包这个豆腐，然后又要负责抬这个豆腐，我觉得她是这个环节当中最重要的，你觉得呢？这个是说，只能这样说，所有的环节都很重要啊，就说那个浆渣分离也重要，那个清洗黄豆也重要。那丁落、包豆腐也很重要，所有的环节为了做好一块豆腐，所有的工序、工种环节都很重要。厂长，你在这个这个厂里面做了那么多年，你最喜欢做的步骤是哪一个？所有的环节都不喜欢做。
Ooh.